把鸡蛋倒入开水中，瞬间就成为一道经典的老菜。现在会做的人也越来越少了，吃到的机会也越来越少了。大家好，我是想念，今天呢给大家分享一道鸡蛋最传统经典的做法。首先，我们准备路过鸡蛋放入清水中，先把这些路过鸡蛋给它清洗干净。因为鸡蛋的表皮非常多的细菌，比如什么大肠杆菌的话，这些如果一旦吃到肚子里面，有可能就会导致肚子不舒服。现在来给它洗第二次。清洗干净的鸡蛋打入碗中，打好的鸡蛋里面调一点毛毛盐、胡椒、料酒，料酒可以去除腥味，白醋，放白醋同样是可以去腥的。现在用筷子给它打散，尽量多打一会儿，把蛋清和蛋黄全部融在一起。再来切几会儿性感的葱花，另取一碗，来上一点酱油、香油，加一丁点水，把它调散一下。为什么要加一点水呢？因为这个酱油比较寒，不加水的话，倒一坨全部是挂寒的。再来另取一碗，加入鸡蛋液1半的水。其实今天要做的这道老菜就是非常简单的水炒蛋。大家有没有吃过水炒蛋的朋友？吃过的朋友可以在评论谈一下你记忆中水炒蛋的味道。不过我相信肯定很多朋友都没吃过吧，因为后面的话基本上没什么人做，都是用那个油来炒的。水炒蛋它比蒸蛋的口感要老一点，吃起来的话，记忆中的味道是那种很鲜的味道，比蒸蛋老一点，然后没有煎蛋香。现在的话，我们就要来炒了，用这个平底锅炒就会相对于说简单一点，它就不会粘锅嘛。把准备好的这个水倒入锅中，如果用铁锅炒的话，很容易粘锅，难度系数会相对的增大。锅里面水开后，把蛋液给它倒下去。蛋液下锅后，用勺子给它轻轻的推一下，这样子才容易把它炒成一块一块的。继续用小火慢慢的炒，把蛋液炒凝固，把水分给它炒掉。鸡蛋渐渐炒至凝固了，这个水也炒出来了。现在用大火炒，把水分炒来蒸发掉。水分炒掉后，淋上这个酱油还有香油汁，和转呢就可以关火出锅了。现在其实我已经闻到了比较浓郁的一种香味。最后撒上切好的葱花，美味继承。非常好吃的水炒蛋就做好了。它不仅做法简单，还营养健康，老少皆宜，吃起来就和我们吃蛋糕是一样的，软绵绵的，鲜香，没有腥味，并且还下饭。喜欢的点赞，不喜欢的免费看完就解散。最后还是我来给大家赏一下看啊，这一盆菜集路过鸡蛋的营养于一身，再下点干饭把它吃完的话，肯定是元气满满的啊，毕竟营养嘛。好吃。这样子炒出来鸡蛋也没有腥味，和蒸的和炒的完全两种风味，介于这两者之间，就和我们平时吃那个蒸蛋，把它蒸得很老很老的那种感觉，蒸成了老母鸡的那种。可以哈，非常值得去尝试的一道菜。吃的更多的是回忆和健康嘛。多的我也就不说了，不放油炒鸡蛋，大家都学会了吗？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撒过了，我是想念，咱们下期见，拜拜。炒花菜，不管你做什么花菜，最忌一来就焯水，所以大家记住，我们在做花菜的时候，不要一来就焯水，这样子会严重影响这个花菜的口感。今天呢，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正确的炒花菜做法，炒出来清爽下饭，并且是脆甜的。
在选择花菜的时候就很重要，一定要选择这种散的有机花菜。如果选择包得很紧的那种花菜的话，它的口感是没有这种口感好的。一个花菜切不完，我们切一点下来就够了，留一半。现在要把它大花切成小花。既然咱们炒花菜切忌焯水，切的时候就有讲究了，要把它切来小一点。太大的话炒出来也会影响口感。它这外面的已经趴掉了，而里面的有可能还没有熟。大小的话就是这个样子，喏，不大不小，合合适适。放入清水中，加入一勺盐，不停的这样子抓洗、漂洗。加入一点盐清洗，可以去除花菜表皮残余的农药。因为现在的蔬菜用的农药比较多嘛，如果农药少了，虫子会很多的。这里呢，我还准备了一小块五花肉。煮过的哦，生的也可以，切成薄片，尽量切来薄一点，炒出来才够香。放一点入，主要就是增加一个入香味，其实不是说要吃它。你们看嘛，我也就准备了一丁点儿。再来切上一点姜、葱、蒜，青红2荆条准备一个，打斜刀切成片。再放入一点干辣椒和干花椒壳壳一起，额外准备一根蒜苗切成马耳朵。炒这个花菜一般情况下不焯水就是过油了，饭店里面最常见的也是过油。但是呢，很多朋友跟我说过油就是耍流氓，剩下的油不好处理。那么今天我来给大家分享第3种做法，锅里面来一点油，我们直接用煸炒的方式来代替过油和焯水，这样子既保持了花菜的脆度，也不会让它吃起来是这种水汪汪的感觉。用大火翻炒，把花菜的水汽炒掉。大约炒1分钟过后，先把它倒出来避孕。现在另起锅，来一点油，下切好的五花肉，要把它的油脂炒出来。再下入准备的这些小料，来上一勺香辣豆豉，再来一点香辣酱。喜欢吃的麻辣的朋友还可以切一点名扬火锅底料进去，这个颜色真的太巴适了。全部都炒香出色，下花菜和蒜苗，继续用大火给它剥断，调一点谷氨酸钠、糖，烹一点点酱油。起锅前淋上一点香油，翻炒均匀之后关火出锅。如果干锅要点火的话，下面还要垫一点洋葱丝哦。我们家里面吃就不用点火了，上桌就可以开干。非常好吃的干锅花菜就做好了。榛子炒出来的花菜脆爽鲜美，香辣可口。五花肉夹着花菜吃，辣椒口口都是一个爽。做法呢还非常的简单，并且超级下饭。喜欢的点赞，不喜欢的免费看完就解散。这道菜学会过后轻松就能够把饭店的菜搬回家做给家人吃，不用去店里面的。店里面这道菜至少要38块钱，在家做的话10块钱就搞定。大家应该听到声音了，这脆爽，真的是不一般。好香哦，超级香。大家不管是做干锅花菜也好，还是普通的炒花菜也好，不要把那个花菜切得很大一块，稍微多切2刀。小个小个的，炒出来既方便吃，然后成熟也比较一致。盐味刚刚好，我没有放盐的哦。这样子的菜它不是什么高档菜，但是它却是四川里面的一个下饭神菜。这里呢，希望没有点赞的朋友一定要长按点赞，把这个视频强烈推荐给大家。长按到100连的话，据说屏幕上面会发好漂亮。好，不多说了我去舀饭吃了。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撒过了，我是想念，下期见，拜拜。